在我们开始谈论如何让身边的人心甘情愿地将他们的钱财交到你手上时，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金钱的概念。金钱仅仅只是一个用于解决易货贸易的工具。易货贸易需要两位各自想与对方进行物质交换的人，而且必须刚好拥有对方想要的物品，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想让这种事情保持其稳定发生的情形是非常艰难又复杂的。金钱通过大众的会计账本的形式帮助解决了这项问题。社群使用这种形式来追踪个体对整个社会的贡献。当然是从一个企业家或员工的角度而言，你可能认为金钱只是作为一个连接你所贡献的商品或服务之间的桥梁，而反之也将成为你未来用来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工具。金钱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有3个最重要的原则。其一，作为一个买家，金钱只会在对方欣赏金钱的价值时才会显示出其应有的价值。其二，作为一个卖家，当你售卖出你的货品或服务时，你所持有的金钱价值将仰赖于未来你想与对方购买的商品或服务。他们如何论断你金钱的价值，那就是你的金钱所保留的价值。其三，金钱在没人做交易的情况下将不具有价值，因为只有人具备赋予金钱价值的能力。这说明通往富有的关键便是让你的身边充满诚实可靠的人。不单单你可以确保与他们之间的交易是安全的，也保证了长期交易的良好关系。对以上重点概念的解说视频，可以通过点击下方的链接进行观看。现在我们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概念，那么为何其他人愿意将金钱交给你？易货贸易对于双方之间即将进行的交易具有先决条件，那就是拥有对方想要的物品及服务，在对的时间与地点。通过金钱，唯有想要售卖自身物品及服务的人，他必须满足买家规定的时间与地点。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卖家，只要你拥有顾客想要的东西，你就可以赚到金钱。他们想在何时何地购买他们想要的东西，你可以发现时间和地点非常的被看重，因为他们是做交易的重要因素。与普遍的认知相反，为了劳动而劳动是不具有任何价值的。这是因为工作和劳动它本身不具有让其他人愿意支付你金钱的理由。举个例子，如果你在地上挖了个洞，你会发现没人欣赏它，这属于劳动，对吧？但是没人想要它，因此没人愿意为它支付你金钱。这显示了唯有社会层次表现出的劳动将带给你金钱。人们只愿意支付在他们认知中能带来价值的商品或服务。例如，你将你的车停在了屋子外面，而有人经过时，在没有你的允许之下，从车子上移除了所有的轮胎。他们还理直气壮地向你要求给予金钱才愿意归还轮胎。将这些轮胎取走是工作，对吧？但是那并不是你想要的，你会因此而偿还金钱吗？现在相比于将你的爱车带至一家轮胎商店，因为你想把磨损的轮胎统统换成新的，那才是你愿意还钱的理由，因为那才是你想要的。另外一个例子，刺向某人的颈部是工作，但是最大的分别是，在黑暗的小巷里被恶棍突然刺向颈部的人，为了移除他颈部里的肿瘤，而向手术医生支付其开刀费用。社会普遍认同，有钱代表着你为你的顾客贡献了许多，在社会的背景之下，也接受这种金钱的形式，同时也是个人对社群造成贡献的大众记录。总而言之，你被认为对社群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对处于社群之中的顾客而言，赚取这些金钱也是理所当然的。换句话说，你所持有的金钱就是你对他们做出的贡献的最好证明。这也代表着未来你也同样可以换取商品与服务，与同样被认同金钱来源的社群人物那里获得。既然人们只愿意为他们产生价值的商品或服务而支付金钱，我们可以用4种方式来看待。第一，你找到人们心中想要的事物，并致力于提供他们内心想要的事物。第二，你可以教导你的潜在客户关于你的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以此来激发他们对你的产品或服务的浓厚兴趣。第三，你可以培养你现有的兴趣，锻炼技巧与能力，并开始通过寻找方法售卖你制作的物品来赚取收入，或是考虑提供一些独特的服务。第四，你也可以想象你可以为社会指引的新方向，通过这种方式来对社会售卖商品或服务，以此带领他们通往设想的未来。我想通过此视频关注的重点是基于你个人的兴趣而产生的自我发展。在此图表当中，我将现实划分出了3个圆形，而它们有些地方覆盖其他的表层，分别为荒郊野外、文明现实、虚拟现实。
想象一下你的房子，在它的地基之下，先前只不过是森林或荒野，也许还遍布着危险的生物、昆虫或疾病。而先驱者来到此处并开垦土地，建造了农场、道路、桥梁以及房屋。荒郊野外通过专业知识与远见被改善了，甚至发展出了物理、生物学、化学、工程学等等。接着，社群逐渐地被打造起来。慢慢的，人与人之间需要秩序的实行。为了人类群体甚至是外来者，从那里我们发展出了书面合约、法律的公正系统，以及对其他国家或族群实施外交。然后我们进而改善了文明圈子，用虚拟圈子打造了网络以及取代实体资产及工具的数位模式，这将为信息互换、散布以及人们之间的交流带来新颖的方式，进而加速了所有文明层次的活动。这些只不过是圈子的大致概括，但是我想表达的重点是，每个人都有在这3个圈子中独属的兴趣、技能、能力和天赋。正是在各个圈子中能力组合所扮演的角色，建造了我们现在独特的经济动力。我将此观察到的现象称为多重能力。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而言，你可以把自己想象为农夫，被天赋赋予了足够神秘又多样的种子，委育你培养这片属于他管辖的土地的重任。你的肉体也是从你所委托的那片土地而来的，而这些种子就代表着隐藏在你里面的兴趣、能力以及天赋，而你必须用一生的时间来探索及培养至花开结果。你的旅途由生根发芽的时光开始，细心培养并耐心生长，然后再慢慢发掘这些树上长着什么样的果子，最后将这些果子分享至世界各地。你的果子正是你所生产的货物及服务，而一旦果子开始从你的农场中售卖至大众手里，社会因为你的贡献而获得好处。这个通往技能的旅程是充满乐趣及令人投入的，因为你正在追求这3个圈子中你最感兴趣的领域。你独特的兴趣与能力的组合将弥补社会里缺失的拼图，提供机遇的转折，就如先前历史中所发生的那样。这难道不令人情绪激昂吗？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增加他们的能力与专长，并贡献于社会，这也间接为他人创造了更多培养他们各自专长的机会，而这同样也转变为更多人的机会。这是呈指数成长的连环反应。一个绝佳的例子，其他人创造了网络、麦克风以及视频编辑软件，而这些组合提供了我将此信息传导给你们的机会。现在你拥有了更多贡献于社会的机会，我们每一天生活中的举动都将对旁人引发涟漪效应。我们的生活正在对其他人造成影响。金钱如果没有想购买的事物，将变得一无是处。所以，社会里真正的价值并不是金钱，有价值的东西是货物及服务，并仰赖于人们的努力将它们带前来，与各自进行交易，与各自进行服务。此概念的精髓就在于，真正的价值存在于你指望可以服侍并被对方服务的人群，同时期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们共同的交互赋予了对彼此共同的认知，进而发展成为了友谊的羁绊。这将持续让你们一起历经艰苦或荣耀，通过所谓的爱，直到时代的结束。纸钞一直都被循环地打印出来，反之，可靠、有能力、富有激情的人们总是稀疏短缺。这就是为何你致力于独特的经济动力将为你带来莫大来自社会的好处与特权，是来自那些通过你所贡献的技巧、天赋以及能力带来的社会支持。阻挡我们通往这个伟大的蓝图的绊脚石，便是那些不思进取的人们，总想着剥削、争取利益以及迫害他人。这些行为举止只会摧毁社会中人们所建立的信用，因此也带来了众多的问题。我们活着的世界充满困难，这个事实通过荒郊野外与死亡、危险以及疾病的威胁来说是不难理解的。为了生存，我们唯有统治环境来一起奋斗，或被环境所统治，或被其他人所统治。一个害怕死亡和失去自由的族群，可以也将会被统治及控制。一个对于现实所展露自身价值的证明与现象，是我们捆绑于手艺的自我认知与自我价值，是我们生活下去的手段。这是一种对于外在因素及力量对我们进行操控与控制的弱点，
它象征着奴役，因为如果我们活着的手段取决于我们的身份及活着的理由的话，那便再无其他缘由来确保我们得以守护自己生存的手段，并开始剥削以及伤害彼此。人们故意或无意中伤害他人的行为带来了严重的灾祸，变成了统治者的借口，通过人类而统治了人类。而灾祸正是统治者合法奴役人群的手段。他们没有理由放任这种权利，而不对其加以利用来制造灾祸。让我们向前看，正是被上层阶级统治及奴役，我们被束缚了德行以及捆绑了贡献的能力。这说明我们不只成为了人的奴隶，还成为了环境的奴隶。死亡、疾病和孤寂将会是此情形的最终结果。但是不必惧怕，这所有的事物将被一个解决方案完美的克服。在每个人的内心中有一处空间装载着手段，是每个人通过日常生活来定义好坏的根本。这可以是一位顿悟的哲学家的教诲，一本充满人间智慧的书本，一位有威望的国王的领导，或者也可以是过去的经验与心理阴影，充满威胁，被迫于服从统治者的规章，或也可以是以上种种的混合，挣扎着争取成为空间中用于定义好坏的角色。女士们、先生们，我找到了填满这空间的最佳系统。为了解决人类迫害人类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为了管辖的目的而制定法律。法律是非常之多的，我耗费了近2年来区分它们，这样一来，它们才能更好地被利用。我将它们发布在了下面的链接处。但是对于任何一处法律而言，它是非常受制于将其表达出来的语言身上，而语言是可以被操纵，以至于成为不法及迫害的工具。就如圣经里所写的，那创造宇宙的创世主耶和华选择赎回所有的人类，一开始先拣选了小部落的人物，称为犹太人。他利用全能的力量及奇迹来拯救犹太人免于受埃及人的奴役。接着耶和华指示他们要顺从他，做他们的王。他给予他们律法的蓝图，来建造一个不致灭亡的国度，前提是必须真诚地听从。然而想象一下，一首没人听过的歌的乐谱，有人能奏乐出乐谱的作者理想中一样的音调及情感吗？现在想象一下，将这份乐谱交给一群根本不会读取音符的人们，这些不懂得演奏乐谱的人群有能力将作者想表达的情感通过歌曲呈现出来吗？那就是一直以来所发生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的犹太人没能力顺从耶和华的律法，因此他们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其他国度的人所奴役，先是巴比伦，再者是波斯，最后罗马统治了犹太人。而正是在这时的罗马帝国中，一个没被邪恶污染的完美之人耶稣被差遣前往拯救犹太人被奴役的命运，通过教导他们如何完全顺从耶和华的律法。耶稣教导他们如何顺服耶和华的律法，不仅仅通过文字的教诲，而是通过他自身活出耶和华的律法来向世人显明并见证。但是犹太人的智者是耶和华律法当中的专家，使用了律法来寻找处决耶稣的借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他们担心将会失去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权利。当耶稣被处决时，作为耶和华承认耶稣的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成为世人的榜样与救赎的象征。为了显明依赖耶稣是耶和华期望我们众人理解，这是给予人类共同的希望。当我们在自身的能力范围将耶稣奉为王中之王、主中之王，他将成为我们理解耶和华律法背后指导原则的手段，是具备权威来定义我们生命中各方面的好坏。这样一来，我们对于所喜爱的国王的爱意彻底地活出来，在这地球上建造属于天堂的国度，正是这国度将永远长存。这世界的权力都本能地建立在统治阶级之上，精英永远都处于顶点，权力的人士处于中间，剩下的被丢弃于底部，被不断迫害。而耶稣的国度不同，因为国王成为最大的服侍者，流出了他的宝血，又为他的子民们献出他的生命。
没有亲友可以保留耶稣的权利，而在他国度的人群中，高层的市民需为底层的市民服务。这是完全与由上而下的阶级系统截然相反的世界。我们认知中存在的政治问题将通过以下机制来解决。2000年前，耶稣王来到我们当中，继承了他的国度，被杀而从死里复活，并留下了特定的指示，通过文字及亲身示范来教导全世界属于他的方式。接着，他从这世界离开，差遣圣灵来传旨皇家的圣谕，包括持守并顺从他所有的戒律，且时刻遵守。因为他有天将突然临到这世上，根据他的应许而带来众人的审判。世界各地没有这样的事。从事物的表面来看，这种事情简直违背常理。但是如果实行的话，我们在这世上将获得君主制，而国王虽暂时离开，但很快随时复返。我们取得去中心化的物质世界，但同时获得了非物质世界的中心化，因为我们通过圣灵直接与我们的王相连接，实行皇家的事工，不惧任何第三方的介入，譬如官僚及祭司。如果每个人出于自由意识自愿行这事，以下事情将会发生：第一，我们所熟知的政治将不复存在，被抛弃；第二，我们所熟知的政府将不复存在，被抛弃；第三，我们所熟知的阶级制度将不复存在，被抛弃；第四，所有的人士将与彼此共同和平相处，因为他们都照着彼此的情况，而他们自身也被刻在他们心中神圣的律法所管制。第五，世界将会与现在大不同，而生命中各个领域的进度、科技和知识将会生生不息。另一方面，当然，那些邪恶的统治世界也不会坐以待毙。我们将摧毁他们迫害人民的机械工具，而天堂的国度将遍布世界各地。作为激励，这是耶稣所说的：他们将苦难加于你身上，并尝试杀害你。你将因我的名被其他国度所唾弃，许多人将会被冒犯，会背叛彼此，也将憎恨彼此。接着，许多假先知会兴起，并欺骗众人，而无王法的事将盛行，众人心中的爱也因此被消磨殆尽。但是，容忍到最后一刻的人们将被拯救，而这国度的福音将被传扬至世界各地，向各国度做见证。而这也预示末日的到来。记住，害怕死亡与失去自由的人群，可以也将会被君主统治及控制。透过跟随基督，我们已为他的指令接受其奴役，为了活出他的美德，以及将他的爱散播到世界各个角落。透过跟随基督，我们接受了无法避免的死亡、苦难及迫害，只为了做对的事，做好的事。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死亡都效忠于永恒不变的大爱，而作为交换，我们得到永生。死亡作为句号并开始新的句子的前提下，又算得了什么？记住，死而复生，每个人有天都会死去，正是你遗留下来的故事才是有意义的。所以你得到了通往自由的钥匙，拿去吧。告诉你一件有趣的故事。在俄国沙皇时代，一个政府官员来到了一处村庄，为了平息村民的暴动，他安排带来了大量的铁棍，并将所有的村民赶至谷仓里。他进去，并将自己与他们一同锁在了谷仓里。他用他的叫喊声和威胁来恐吓他们。为了服从他的命令，村民们开始鞭打彼此。于是他们就持续的鞭打，直到愚蠢的村民终于反应过来，并对他的同伴们叫喊：别再鞭打彼此了。回过神来，村民们彼此停止鞭打，眼睁睁看着这位官员从谷仓中逃走了。我会将此 Leo Tolstoy 书本中的故事来源链接放在下面的描述之中。从现在开始直到以后，将此事牢牢记在脑海中。分离再统治是精英们管控他们奴隶屡试不爽的策略。精英只占少数，并且也不具有能力单独迫害每位奴隶，因此利用他们之间的区别来对彼此进行分裂，并且指示他们互相敌对，或利用铁棍来鞭打彼此，甚至更过分的行为。然后看准时机，精英将介入此混乱，一并收拾解决掉，就这样坐收渔翁之利。
因此便能巩固对他们的奴隶的管控。一枚硬币有两面，永远记住。耶稣王曾说，国度的王将统治人民，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士却被称为施恩者。但是你们不应当如此，反之，让最伟大的成为你们当中最年轻的，而领导成为那服侍人民的。因为谁是更伟大的呢？是那在座位上往后仰的，还是服侍人的那位呢？我将成为你们当中服侍的那位。而我最后还想说，如果我们都被命令成为彼此的仆人，难道我们为了爱而互相服侍的举动，不会让我们更加靠近彼此吗？醒醒吧，各位，赶快吞下这解药。我希望这对你们有帮助。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欢迎你们在下区评论。感谢你们愿意停下来观看。如果你认为这期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请订阅并分享出去。大家保重。